Hello，大家好。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当你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一个我们平常觉得再也普通不过的动作，像是咳嗽，竟然会是整个手术能不能成功的关键。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藏在手术室里的惊人秘密。好，我们直接切入这个最核心的问题：手术做到一半，医生突然叫你咳一下，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奇怪？但你可别小看这个动作，它其实是一项非常先进的手术技术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要了解为什么需要咳嗽，我们得先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手术到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但又超级让人困扰的状况，叫做应力性尿失禁，也就是我们平常比较常听到的压力性漏尿。简单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想看，当你大笑、打喷嚏或是搬个重东西的时候，你的肚子会瞬间用力，对吧？这个力量会压迫到膀胱。那如果这个时候控制尿液的阀门，也就是尿道不够给力、关不紧的话，那尿液就可能会不小心漏出来。那要怎么办呢？目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做一个叫做尿道中段吊带的手术。这名字听起来可能有点复杂，但它的原理其实很聪明。想象一下，就像是在松弛的尿道下面，轻轻地放一个吊床，把它撑起来，给它一个支撑。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巧妙的物理性修复方法。不过呢，这个手术也马上带来一个超级关键的挑战，就是这个吊床的松紧度必须要调整的恰到好处。就像那个童话故事里说的，不能太松，也绝对不能太紧。你看这张图就讲得非常清楚了，这里面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模糊地带。如果吊带放得太松，那漏尿问题根本没解决，等于手术白做了。但如果放得太紧，那又会造成排尿困难、尿不干净这些新的问题，真的是差一点点都不行。那问题就来了，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一样，医生要怎么可能为每一个病人都找到那个最完美的松紧度呢？这就是现代医学非常厉害的地方了，因为光是靠医生的经验去感觉，其实很难达到最理想的状态。答案揭晓，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一种在手术过程当中执行的即时功能性测试，它的名字就叫做咳嗽测试。所以你看，这个测试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它让医生可以一面看着病人的反应，一面动手调整。病人一咳嗽，腹部用力，医生就能及时看到这个吊带的效果好不好，然后用非常非常精准的方式去微调它的松紧度，直到调整到最完美的位置为止。听到这里，你心里一定有个大问号，对吧？手术不是都要全身麻醉吗？病人都睡着了，要怎么保持清醒？还要能听懂医生的指令来咳嗽。好，我们接着看下去，来了解这个精密的手术到底是怎么办到的。这一切的功劳都要归功于麻醉技术，还有术前训练，一个非常巧妙的结合。它是这样子的，这个麻醉方式分成2个步骤。首先，医生会先用一种作用时间很短的静脉麻醉，让病人先睡着一下。目的是让医生可以在病人完全无痛的情况下进行手术部位的局部麻醉。然后呢，等局部麻醉打好了，病人就会从短效的静脉麻醉中醒过来。这时候病人是清醒的，但因为手术部位已经被局部麻醉了，所以完全不会感觉到任何疼痛。不过这里又有一个挑战，你想想看，就算人醒了，但刚从麻醉中醒过来，那个感觉其实是有点像喝醉酒一样，会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在这种状态下，你很难去理解比较复杂的指令，然后照着做。所以医生们就想出一个超级聪明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就在于我们要绕过那个需要清醒思考的大脑，直接利用我们身体的条件反射。而这个反射的训练，早在手术还没开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整个流程大概是这样：手术前，医生会跟病人一起练习，不断重复一个像是咳这样的口头指令，练到病人一听到这个声音，就会不假思索地像反射动作一样咳出来。然后进到手术室进行我们刚说的复合麻醉，接着在关键时刻唤醒病人，最后医生只要下达那个练习过的指令，病人就会反射性的咳嗽，然后医生就能够根据这个及时回馈，把吊带调整到最完美的位置。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测试这么重要。它提供了一种客制化的精准度，这是单单靠外科医生多年的经验也很难达到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真的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从这个有点神奇的医疗过程当中，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它带给我们的最终的启示是什么呢？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最精准、最有效的医疗，往往是来自于医生和病人之间这种完美的合作。一个简单的咳嗽指令，在这里已经不只是一个指令了，它升华成一种为了手术成功，双方必须互相信任、共同努力的伙伴关系。这也不禁让人去思考，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医疗领域里，还有多少像这样了不起的奇迹，其实就隐藏在我们眼前，而他们成功的背后，都是仰赖着医生与病人之间这种不可思议的合作关系才实现的。好，今天就跟你聊到这里，我们下次见。